金龙鱼饵开，鱼饵自然来。欢迎收看由金龙鱼饵独家冠名播出的第2季《游钓中国》。本栏目唯一指定用竿，开火精工。感谢瑞木浮漂、中西钓线、龙门钓箱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云贵川多变的气候和复杂的地形，让鱼情变得难以捉摸。一路走来，看尽了美景，却并没有在渔获上让人感到满意。驶出云南腹地，四川成为了下一站不二的选择。要玩，咱们就玩最野、最原生态的。凉山彝族自治州，大毛的旧友老姚在此已经恭候多时。定位就在这了哦，这是一条河，这是应该是一条河啊，在哪儿？应该就在这里了吧？这下雨了，老姚联系了，准备是往西昌。哦，这边有很多人钓鱼嘛，我们是往西昌，准备往西昌走。老姚好像的家是这里的吧？老姚。怎么样，钓到没有啊？就在你在这钓啊？你在这钓啊？我们从哪下？是从这边下，从这边下。那边能过来是吧？在这苦练基本功啊！我刚才看你钓的小麻鱼上来了，在这钓啊。我看还有人在钓吗？对面也有人钓嘛。对岸都找不到地方玩了。找不到地方玩了。对。什么鱼啊？小鲫鱼。哦，小鲫鱼。小康浪。我们看看。这个。哦，这个就叫康浪鱼是吧？哎，我来见你，我见一下。哦。身上有个黑色的条纹。哦，好。纯野生的这个就是。哦。这就福建湖的康浪鱼就这样子的是吧？对，它浪过来的时候，它跟着就过来了。哦，这鳞片很细是吧？很细。哎，赶紧放到里面，不要搞死了。哎，但是它的品质很好，这是大毛老师。哦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像这条河前几年，就是因为那个河道采沙嘛。已经把这个河道搞得不成样子了。现在我们正在向政府申请这方面的那个给我们的那个。是我们有点我的宗旨，也就是走到哪一个呢就是倡导，一个是钓货放流，一个呢是提倡这些环保，包括这种什么电鱼的、炸鱼的，我们都是在呼吁。看看今天现在下，看看明天如果能不下的话，我们还是你说那个水库叫什么水库啊？那个水库其实我在这边的话，我也不太熟了，因为这边。我也很多年没过来了。这边因为我们是朋友嘛，过来我说在这里试钓一下，我说行了，还就这一地方就可以钓，不行的话我带你去那个就是雪山水库。雪山水库。雪山水库，但是那个地方环境是很好，但是鱼就不好说了。反正这山水鱼钓鱼就这样了，反正明天如果不下的话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在这较为偏远的大凉山区里，老姚和他的朋友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。我们提倡钓火放流，而他们也在极力地恢复生态，保护环境。这份努力虽然来自个人，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却在数十年的坚持下逐渐成效，为的只是找回儿时那些值得珍惜的画面和时光。在此，我们也提倡，为了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，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身边做起，从垂钓做起。老姚为我们推荐的钓点雪山水库，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，且又是一处高海拔水库。光是这几个最近频繁出现的字眼，此行只怕少不了崎岖和颠簸。这边的大车坏了，跟那个师傅说一下。谢谢你啊！他这边车坏了，只能让我们来拍片子，只能让这个师傅帮我们倒一下了，不倒我们都过不去了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你看我们当地这些
四季还是挺好的。越靠近山区，越能嗅到质朴的芬芳。很多小集镇至今仍保留着每月15赶集的风俗。恰逢集市开集，本就狭窄的公路显得更加拥堵。作为自然经济的产物，集市的热闹毫无做作。哪怕作为过客的我们，也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和善良。今年赶集，路还太窄了。我们去年拍片的时候，人家整个在贵州结婚，把一个整个街道全堵住了。伴随着海拔的逐渐攀升，几乎快要重现我们在香格里拉所见到的蓝天白云之时，雪山水库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我们眼前，并没有险要的地势，也没有湍急的流水，山坳中的一池静水，让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自然。我看他拍了个照片，跟他看不出来这样子。就这样子的吗？肉餐嘛，一身都是肉，嘴很尖，嘴巴尖尖的。我们来看看这边吧。只有这个地方挖了，但这个地方我就怕它底下这个像这个小草太多。这个草啊，树根子，这个树根子，没有漂了，漂已经下去看不见了。但是呢，你要往这边抛一点，同样的抛竿，你往这边抛一点，这边就浅不少，要浅40-50公分。哦，行吗？可以是吧？那可以，我们就开车过来把东西卸到这边。那不行，我就在这坐吧。钓有的渔获让人不禁有些犹豫，目标鱼就是小餐条，可能雪山水库里的小鱼不止闹钩这么简单了。看来老姚向我们介绍水库时所言非虚。雪山水库，但是那个地方环境是好，但是鱼就不好说了。既然大老远的跑过来，哪怕鱼情不佳，竿儿还是得下的。所以有时候对于大毛老师来讲，找当地钓友刺探鱼情是个非常纠结的事情。有时一眼望去，是兴奋还是失落，一目了然。我们这次真的是玩的够野的了，玩到西藏，他也干爆了。玩到普洱，这又玩到四川，全是玩这些江，什么金沙江啊、烂塘江啊，还有什么雅龙江啊，全是玩这些野的。前2天嘛还能住到那个棚子上，今天晚上估计住帐篷或者住车子了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越玩越野。窝子打完以后呢，我们还是想钓点小白条吧，或拉丝饵吧。我用的黄道鲫的这个1号，它是龙心的。这个呢，我还是用到70%，用70%这个黄道鲫的1号。这是锦龙鸡1号，锦龙鸡1号呢，它属于带点奶香，它属于香型的，这要加到30%就行了。这2款都是拉饵，添加特别这个和起来很方便。这个饵呢，一次性水吃透过以后啊，用4G收水，用4G收这个水呢，这个饵的状态啊，它入口性就更好了。很简单，就用4G啊，手上4G简单上面收点水，
这饵料是新的，里面呢透一点淡淡的奶香，这个小白条非常喜欢吃。像这样拉饵呢，我们是建议不打它，因为冬天的时候可以打一下。像这个天热适当的还是叠一下。那这饵料可以去叠。好了，我们就可以钓小白条完了。面前水深并不平均，对抛竿的准度来讲有着非常高的要求。不过好在大毛暂时钓浮，影响并不大，况且毫无避讳的直接使用拉饵，小参条马上就做出了回应。你看多快，第二竿就上鱼了，第二竿还没找到底，这不需要找底了，这钓浮。就是打比赛的时候，我们以前最早打比赛，有时候练竿没地方练，就跑到野河子里面钓这个鱼。这个鱼钓得快得很，要钓快的话，钓浮非常快。我这又上鱼了，你看，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，我们那叫肉钗，一身都是肉。这个而且这个鱼要在这个水质好的地方。我感觉到窝子鱼不多了，我来坨上包一点食儿，抽两竿子，我估计鱼全过来了。抽两竿子，这鱼全都能过来喽。包在坨上面。我来钓到底看看能不能钓到鲫鱼哦，它这里面有没有鲫鱼啊？再钓深一点，我再钓深一点看看。哎呀，这拉长竿拉惯了，拉这个短竿都快不会抛竿了，太短了。3.6米，平时拉的是6.3米。哎呀，电脑过来了。钓到底还真不吃嘞！别看到底它真不吃了，我们还是要钓离底，钓离底呀。参条在初春和初夏季节较为好钓，在雨后出行或河边、湖边涨水的水渠口、进出水口、滩头、回水湾，都是该种鱼类聚集较多的比较好的钓点。由于是杂食性鱼类，成群结队，多如牛毛，其行动敏捷，吃食迅速，常在中上层抢食饵料，令垂钓者防不胜防。然而，我们今天却并不需要设防，因为现在我们的目标鱼就是小参条。况且，当你不再视它为烦恼之时，垂钓起来也别有一番滋味。连这个鱼都钓到了，小马鱼嘛，我们讲的麦穗小马鱼，你看钓浮也把这个钓到了。风拉小参条的节奏一直持续到了晚间，小鱼逐渐开始停口，但是停口之后，漂上是彻底连一个信号都没有，稳如定海神针一般。大毛则并不着急，耐心地守着浮漂，每一竿都抱有上鱼的期待。我们这又钓了有4个小时了。白天来的时候就看到当地钓友就在那钓了条白条。我们下午把窝子做好以后也钓了一会儿，很快。他们当地人还是不会钓，用那个长竿的挂个小笼笼，小笼笼上面挂了几个小绑的那个小钩子，上面绑的像小虾子一样。他是用了饵料就把鱼诱过来，然后拉那个串钩去钓这个白条。
我们拉丝钓得很快，几乎到位就有，到位就有。它里面白条特别多，这里面还是有鲤鱼的。帐篷也就搭在我这个钓位后面。哎呀，蚊虫还是比较多，真的亏得穿这个禁飞区啊！要不穿禁飞区，今晚这条虫子那就咬死了。又是几个小时的守候，期望中的顿候并没有出现。临近转中，天气预报告知我们，今晚有一场雷暴过境，坚守到太晚，看来并不现实。还是早点休息吧，休息一会儿。明天还要起早哦。哎呀，哎呦，好像有点下雨嘞。哎呀，不管它了，下就下吧，不管了。哎呀，睡不到2个小时了。哎呦，昨天晚上那个雨下的够大的，这边很少下雨啊。我们这真的是走到哪儿下到哪儿啊。清晨5点，垂钓继续展开。然而，隔壁钓位的一只暂时无人看管的抛竿，却引起了大毛的注意，好像有鱼咬上了。看到这个给拖倒了，因为昨晚雨下太大了，它这杆子被拖倒了，正好挂这个杆子上面了。我把它收，往这边再收，发现是一条鱼。他们这个都睡着了，这还是他们钓友的杆子。老姚，这个杆子哪个的？是那小伙子的吗？哎呀，他放着，他一跑走。他昨天晚上5点钟起来钓。我要过去一点了，你往，坏事，你往后退一点，我要过去一点。哎呀，不过去一点不行了。出来了吧？出来了。底下很多树枝子。小韩，是你的吧？杆子拉水里去了。哦，鲤鱼，来，是个鲤鱼，赶紧拉烧网过来，小韩。3斤就值了吗？这条鱼啊，不值吧？有多重啊？来，杆子给你吧。真的是很漂亮的雪山的鲤鱼，这雪山水库的鲤鱼啊。开口了。开口了。开口了，我们就钓一回吧。开口了。哎呦，哎。我们昨天晚上也是钓到了下半夜了，到12点钟以后啊，我们歇的。歇了以后想起个早看看怎么样，因为他当地的钓友说嘛，只要是天亮了以后啊，白条太多了就没办法钓了。到这地方没有人钓，而且当地还有人他不会钓。都是在钓白条，钓小白条嘛，他是不打窝。如果他不打窝的，他在那边潜水钓白条，他不打窝的话，这些鱼啊，你根本就诱不过来的。所以我们在这边所有的现在我这个钓点都是自己后来挖了一点，然后把钓台架上的。我们打了点窝子，估计没有个2、3天，估计可能的来鱼的可能性不大。但是2、3天的话，我们的整个寄养都不够了，充电也没电了，所有东西都没有了，关键是没办法住。长竿无口，大毛干脆换回了短竿，继续频率抽小鱼。气温也比昨天同期降了好几度，鱼儿的活性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所以我等于是钓离底了。它这个太浮了，它还不敢吃这个鱼，这水太好了，这个水。还有一种柳叶参，那个全部完全靠大频率了，这可以钓飞签了。就是
在广东应该叫蓝刀，广东那边叫蓝刀。这个呢是叫肉蠶。哦，抗浪鱼就是有浪的时候是吧？跟着浪花。叫抗浪鱼，你看每个地方叫法都不一样。我们那个地方叫肉蠶，你看尖嘴蠶、肉蠶，这个嘴很尖，头很尖的，但它浑身都是肉。有时候我们的野河子里面小鲫鱼啊、餐条啊，我们最早练竿都是找这些地方去钓，因为当时合肥是没有竞技池。最早竞技池还是我们几个钓友自己花钱，在农科院，在我们的一个水产研究所啊，租人家繁殖鱼苗的一个池子，我们在那放的鱼，自己钓的小野鱼就放进去，然后没事在那练竿。这一讲就差不多有将近30年了嘛，20多年了，真快呀！其实这个鱼真钓起来也真的挺好玩的，你要看口，你要不看口的话也不行，因为这个鱼的嘴巴很尖，吃口是很猛，但是嘴巴很尖，它有很多鱼来多了以后啊，它有很多的假的信号，是鱼衬线的假的信号。这个对饵料的状态是要求的非常严，它饵料味型的问题不大，新香的、香的、新的它都吃，但对饵料的状态还是有讲究的。你饵料状态如果不行的话，就很难进口。风拉小餐条的节奏再度来临，打出了比赛时的频率。看来雪山水库的小鱼密度高得惊人，短期的垂钓只怕很难有满意的渔获了。不过好在拉小鱼，各种滋味也让人回味无穷。眼瞅着临近收竿，大毛干脆双竿齐下。没想到这最后一哆嗦，还真让我们有了意外收获。哎，上鱼了！哦吼吼吼！哎呀，你跑了一个，我这了上来了，鲤鱼的身子，小鲤鱼身子。好了，你回去叫你家大人过来吧。哎，不过有时候可以，有时候放了以后叫你家大人过来了，他真把他家大人叫来了。我们差不多要收了，这个风也起来了，这个看马上就要下，所以我们赶紧要走，赶紧要撤，赶紧啊，你赶紧收啊！你看这一上午钓多少这个鱼？哎，全是这种肉蠶，我们那叫尖嘴蠶、肉蠶。哎呀，这上午这一会儿就钓这么多了，赶紧收。老姚，赶紧收吧，天气预报说已经下了。